美國國會下屬機構時隔7年才來敲門，但是人還沒進門，怨氣已經來了。代表团副主席麥克奎肯对媒体表示，没有见到想要见到的中国科技公司，这也是一个数据点。一个以摸底为名目的代表团没有摸到想要摸到的底，然后就说自己被冷落了，到底是在演哪一出戏呢？大家好，我是谢飞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这个 USCC 是一个什么组织呢？那这次来是干什么呢？ USCC 啊，它其实就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的时候呢，由美国国会所创立起来的这么一个机构。它的主要职责呀，就是对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以及经济方面的往来啊，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響進行監督，並且啊，向國會提出相關的報告和建議。哎，聽上去就很公正哈，但是呢，看看他這幾年做的事兒。2004年的時候建議取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2005年又要求加強對中國出口的限制和制裁。你看，哪一件是為了合作交流而做的呢？今年的7月18號啊，由主席薛瑞福、副主席奎肯帶領的代表團赴華訪問，先後啊是到訪了北京、杭州以及上海。這是 USCC 呢自2019年之後第一次來華訪問。這個薛瑞福啊出發之前就說明了這次的目的並不是要恢復兩國的關係，而是來了解一下這段關係的。奎肯說得很直接，說中國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華盛頓的認識。美國對於中國的許多討論都是基於幾年前過時的看法之上了。當然這一點我認為他說的還是比較客觀的哈。那麼其實呢，就是發現自己的所謂的小院高牆已經不起作用了，必須要親自到中國來看看，就是中國的這個 AI 到底發展到是吧什麼地步了？半導體產業鏈上的這個短板補上多少了？新能源汽車到底有多大實力呢？如果這些問號它不能給拉直的話，那麼接下來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就無法做到精準打擊了。那所以啊，他抱怨被冷落，到底是在抱怨什麼呢？代表團他見到的一些人，包括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中方的官員智庫專家以及中美的企業代表等等，所討論的這個問題啊，範圍很廣，比如說人工智能、新技術、生物技術、經濟安全、地區安全等等。但是奎肯不高興，他抱怨沒有看到一些中國的領先科技公司。注意這裡的用詞啊，並不是沒有看到任何企業，而是沒有看到頭部的企業。當然他這話說出來以後，這個參加了的企業代表心裡邊不痛快了。合着我費勁半天，我騰出時間來是吧？我去那兒我專門見你一趟，弄了半天在你眼裡邊不值一提啊，我們都不是頭部啊。這事兒就變得很有趣了。美國的商會到底想要得到什麼呢？就是和華為、比亞迪、商湯等公司的重要負責人呢面對面的交流，問一下你們的研發進度如何，供應鏈是怎麼安排的，下一步呢要往哪個方向發展，是吧？把這些信息呢帶回去，在年度報告上這麼一寫，就成了下一輪出口管制與制裁的彈藥了。長期研究中國的科技專家丹尼斯·西蒙呢，一下子就捅破了這層窗戶紙，說中方認為啊，該委員會是政策參與者，而不是中立的事實調查機構。華盛頓政策情報機構呢，特里維姆中國的分析師張大為，也直言不諱地說，對於中國的科技公司而言，在這個時候和美國委員會的人坐下來談談，是吧？說出來的話可能就會被寫進年度報告裡邊，成為下一輪限制的理由。所以啊，中國人講言多必失啊，這個時候誰敢多說話呀？其實中方的態度呢十分明確，您帶着制裁的大刀來了，還想讓我敞開心扉是吧？讓你隨便瞧。更何況呢 ，USCC 的主席卡羅琳·巴塞洛繆呢，在今年的5月份就被中方按照反外國制裁法列入了制裁名單之中。一個被制裁機構的代表團上門是吧？所能給予的禮遇，它自然是有限度的。為什麼美國會對中國的認識它會落後呢？美國商會啊，之所以這麼快就來到中國，主要原因就是它原來的這個對中國的認識啊，它出現了一個偏差。
因为近几年来呢，美國實行這個小院高牆的策略呢，在什麼芯片人工智能等領域呢，就設置人為的障礙，認為可以將中國的科技創新限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是呢，中國的反應速度呢，遠遠超出華盛頓的預料，在成熟製程芯片產能方面已經出現，人工智能大規模的追趕的速度也比預期要快得多。新能源產業鏈呢，更是把全球市場呢瓜分了一大塊。那 USCC 的2025年的年報，它就不得不承認，中國依靠產業政策形成了一個護鎖式創新飛輪效應。也就是說，某一個領域的技術突破會很快帶動整個行業的創新發展。那奎肯呢也承認，中國的增長速度呢已經超過了華盛頓的認識。換言之，美國根據老數據對中國做出的判斷已經不能反映實際情況了，因此才派人在中國進行這種實地的補課。但是由於這個 USCC 的態度即使他來到中國了，也未必能獲得完整的事實。就是一個長期製造涉華負面報告的組織，在中國能夠建立多大的信任呢？中國外交部呢，在之前呢對 USCC 的這個報告呢做出的回應的時候，就已經說過，該委員會一直帶有對華意識形態的偏見，並無任何可信性。這個信任它是相互的呀，你總是拿報告當刀子是吧，去刺人。現在呢想要讓別人敞開心扉和你交流，哪有這樣的好事兒啊？就像是你跟另外一個朋友，你掏心掏肺的跟他說很多心裡話，可是對方呢跟你假模假式呢這個虛情假意是吧？反過來呢還拿你告訴他的你很多的這個真心話出去到處散播，到處給別人說，那你下一回逮到這人以後還跟他掏心掏肺嗎？如果你要還這麼幹，那您不是缺心眼兒嗎？對吧？所以呢，我認為這個問題就是一目了然。那中方為什麼對不同的人他會採取不同的政策呢？我們中國人講，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了有獵槍，是吧？中國駐美使館呢，對於此次來訪的態度呢，它是歡迎的，並且希望此次訪問能夠使得美國方面對中國有一個更全面、公正的認識。當然，這是從這個外交的角度來說的哈。中美兩國呢，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之間，溝通渠道呢不能中斷，應該談的事情還是要談。但是呢，涉及到這個科技企業之間的接觸就大不相同了。企業所處的這個經濟路線、產能規劃，包括研發進度等等，都是重要的商業秘密，並且呢，也是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的一部分。由一個以給對華限制政策提供素材為己任的組織去探查這些情況，戰略上的風險那要比所謂的交流收益顯然要大得多。中方的做法就很準確外交上的交流暢通無阻這個但是核心技術資源不能給你接觸的機會。你想要的數據點不是這樣的嗎？沒有見到頭部企業的樣子，但是可以斷定中國科技外交正變得越來越謹慎，有條不紊。代表團呢剛剛抱怨了被冷落的問題之後，馬上就宣布把訪問中國當作一年當中重要的事情來對待。奎肯表示說，我們會努力做到每年回中國一次，並且不斷擴大交流範圍。一邊抱怨沒有見到想要見到的人，另一邊又說以後年年都來這樣的邏輯不會產生矛盾吧？其實呢也並不矛盾。USCC 呢所要的這種長期的信息交流呢，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一個所謂的友好訪問。那如果第一次沒見到的話，就再來幾次。今年沒有見到企業，明年再約。只要門留有一線的縫隙，就存在被檢查的風險。但是呢，對於這個中方而言，USCC 的年度計劃已經坐實了這樣的一個判斷，就是該機構呢來中國的目的呢，從來都不是合作交流，而是收集情報，為限制措施來做準備。那既然如此，中方謹慎的態度並不是冷落而是一種必要的自我保護。中方對此次的 USCC 的訪問呢，應對分寸拿捏得很到位，外交層面的溝通已經做到該給的都給了，核心科技資源的這個保護也已經做到了該保護的都保護住了。USCC 的抱怨呢，並不是因為受到冷落，而是由於自己認識上的滯後以及信息來源渠道變窄所導致的一種焦慮情緒的反應吧。但是這樣的焦慮也恰恰證明了中國科技的發展已經超出了華盛頓預測範圍之內了，這也是最好的回應。好了，感謝收看這一期的協飛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